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我们用了3集的时间做了基本的铺垫，聊了梯度下降、损失函数以及反向传播。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和大家讲解一下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神经网络学习的过程就是寻找正确标定神经网络中所有参数的过程。正确的标定或者说最优的参数的数值，应当使得这个神经网络最终的输出最大程度的去符合实际的情况。神经网络输出的结果和实际情况的差异，我们由损失函数来度量。损失函数的值越小，则神经网络输出和实际情况的差值就越小。这样损失函数就是神经网络参数的函数，也就是说，损失函数的值是随着神经网络参数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寻找能够让损失函数最小，我们可以采取梯度下降法。梯度下降法中，计算损失函数对参数的梯度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就是反向传播法。这就是前面几集我们所学内容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突然是不是觉得明白了很多呢？与之前介绍梯度的那一集里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就像梯度下降就如同人类下山寻找山谷的方法是一样的。梯度下降是神经网络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非常简单，那么具体写出来的话只有4步。第一步，从训练数据中随机的选取一部分的数据。第二步，计算损失函数以及损失函数对神经网络的参数的梯度。第三步，将参数沿着梯度的方向进行微小的更新。第4步就是重复第1步、第2步、第3步，一直到损失函数的值达到最小值，或者神经网络的输出达到满意的效果。梯度下降法和我们之前介绍梯度的时候所举的下山的例子本质上是一样的。损失函数就是我们构建的这座大山，大山的底就是损失函数的最小值。当你站在山上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用脚去感受周围山坡、周围地面的上下坡，你去感觉这个可能是上坡，这边可能是下坡，寻找你所站的位置的最快的下坡的那个方向。这个动作就是对损失函数求梯度。某点梯度的方向就是这个点上升或者下降最快的地方。接着你朝下坡最快的地方走了一步，迈出了一步，就往山下走了一步。这就好比是梯度下降法刚才我们说的第3步，将参数沿着梯度下降的方向略微的更新一下，然后你每走一步都重复上面的动作，一步一步你就会接近谷底。这也和梯度下降法一样，每次对参数的值更新了一点点，然后积少成多，慢慢的就找到最小值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就说过很多次，也展现过很多次，简单的一个神经元就可以区分线性可分的图形。比如在 TensorFlow 的游乐园中，我们用只有一个神经元的神经网络来区分这样颜色黄色和蓝色分别在两边的一个图形。可以看到按运行键之后，只要一瞬间这条白线就会出现，并且把2个不同颜色的点团就给区分开来了。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幅图，它和 TensorFlow 游乐园里面的图形比较类似。那么黄点在左下角，蓝点在右上角，显然这个图形看上去就是线性可分的。这样我们就只是用一个神经网络就可以来做一下训练，作为一个例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第1步选取训练数据。
这些训练数据一共有20个，其中10个是黄点，另外10个是蓝点。为了计算方便，我们把黄点标记为0，蓝点标记为1，然后我们还有这20个点对应的坐标 x1 和 x2 的值。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表格。我们的神经网络只有一个神经元，这个神经元只有2个输入 x1 和 x2， 对应的参数那么就只有3个。那么输入 x1 的权重是 w1， 输入 x2 的权重是 w2， 以及偏置 b， 也就是 w1 w2 以及 b 3个参数。那么这个神经元我们将采用 ReLU 函数作为它的激活函数。那么 ReLU 函数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f(x) 等于 x 当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0当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接着我们给这个神经元的3个参数一个随机的初始值，那么我们就令 w1 等于 0.2， w2 等于 0.35， b 就等于负的 1.2。 那么现在的神经元用数学公式如果我们表达一下的话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 y 等于 0.2 乘以 x1 加上 0.35 乘以 x2 减去 1.2， 当然它需要放在激活函数里面。那么就是说，当这里面的值就是 0.2 乘以 x 加上 0.35 乘以 x2 减去一个 1.2 大于0的时候， y 就等于这个值。那么括号里面的值如果小于0的话，那么 y 就等于0。这个是进入激活函数里面的一个输出。那么这条线画在坐标系里面的话，那就会像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将20组数据的 x1 x2 都带入这个公式，计算得到一组结果，也就是输出的 y 值。那么在这个表格里面呢，我们也给出了传递到激活函数，也就是传递到 ReLU 函数前的中间值，也就是我们计算 0.2 乘以 x1 加上 0.35 乘以 x2 减去 1.2 的值，放在这里供大家参阅。那么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出对于黄色的点能正确的区分，但是对于蓝色的点只有7个是无法正确区分的，那有7个是无法正确区分的。到这里我们的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基于这样初步的输出结果，我们来计算损失函数，并且计算损失函数对参数的一个梯度。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计算损失函数，也就是均方差。那么均方差的公式我们再复习一下，就 n 分之一西玛 i 从1到 n， 然后括号里面是带帽子 yi 减去 yi 的，然后括号外面是一个平方。那么因为结果里面有7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和它的预期结果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面取的值只能是0和1。那么差值的话，0和1之间差值就是1，然后取平方以后依然是1。那么另外3个值，那么损失呢，它是大于0的，就是差值它是大于0的，并且不等于1，所以平方之后那也是不等于0的，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把方差计算一下，就是1减0的平方乘以7，加上1减去 0.02 的平方，加上1减去 0.085 的平方，加上1减去 0.03 括号外面的平方。那么总共有20个数据，所以的话我们要再除以一个20，那么得到的一个均方差就是 0.486926。然后呢，我们就需要计算损失函数对神经网络参数的梯度了。这里是一个关键的一步啊。因为只有一个神经元，所以就只有3个参数。好，那么大家还记得怎么计算梯度吗？那我们这里采用的当然是误差反向传播的作图法。好，我们就来画一个计算图来计算梯度。输入 x1 这条线和权重 w1 这条线相会，那么完成乘法的运算。同时那么我们输入的 x2 这条线和权重 w2 这条线也就会相会，那么完成的也是一个乘法运算。那么之后呢，会和 b 也就是偏置 b 会汇总在这3条线就会汇在一起，那么它要完成的是一个加法运算。那么这个加法运算结束以后呢，我们会送到 ReLU 函数里面去，就是送到激活函数里面去。此时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测的值，就是
戴帽子的 yi 的输出。那么为了之后呢，我们为了计算均方差，也就是为了计算这个损失函数，那么戴帽子的这个 yi 要减去一个真实的值 yi， 也就是加上一个负的真实的值 yi， 然后呢，它们之间的差值这条线就继续往下，它还要做一个平方的运算，就是戴帽子 yi 减去 yi， 然后再做一个平方，因为它叫均方差嘛。这样就是正向传播时的一个计算图就画好了。当然了，它还不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总共有20个数据需要计算，所以每次使用的呢都是同样的这一张计算图。但是呢，我们把20次计算加总之后呢，我们这个因为是平方差，最后还要除以一个它们总共的数量，就是20所以这个拼在一起，它就是整个计算的一个计算图的正向传播的图，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当然我们的画正向传播的图的目的是为了做反向传播，是为了找出它的梯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来画它的反向传播。那么然后我们来计算反向传播，我们从最右边开始，那么平方的反向传播就是2乘以括号内的一个数字，那么也就是反向的上游过来的一个值，那么乘以一个2，再乘以原来的平方的底。让我们看一看原来平方的底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戴帽子的 yi 减去 yi， 那么就是原来平方的一个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误差呀，对不对？那么反向传播过来以后的它2倍以后就是2倍的戴帽子 yi 减去一个yi，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过平方差的反向传播以后，就变成2倍的误差，再继续反向的向前传播。好，我们就拿着这个误差继续向前传播。那么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就是戴帽子 yi 减去一个真实的 yi， 那么减去一个真实的 yi 就是加上一个负的 yi那 yi 它本身是一个常数，因为它是真实的值，确定值，所以反向传播这时候的影响系数就是1，也就是反向上游传来的值在这里需要乘以一个1，然后继续的就会向前，反向的向前，然后我们就遇到了激活函数润路。那么前面讲过，对于润路函数而言，如果正面的过来的值大于0，则反向传播系数就是1。那么如果正面传来的值小于等于0，那么反向传播的系数也是0。那么再往前，我们就遇到的是求和运算。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求和运算的也不是这里所有的求和运算的反向传播系数都是1，并且分别沿着求和的个数，这里有3个反向传播出去。那么在这幅图里面就是3个，那么它的反向传播系数就是1，继续传播出去。然后我们继续往前，那我们遇到的就是 W1 和 X1、W2 和 X2 的相乘了。那么我们这里要求的是损失函数对 W1、W2 的偏导所以呢反向传播就会沿着 W1、W2 的线继续传递。我们之前说过，乘法的反向传播系数就等于另一条线的值，这里呢对于 W1 来说就是 X1， 对于 W2 来说就是 X2。那么此时呢，我们就可以把整条的计算图给合并起来了就可以得到损失函数 L 对 W1 的偏导，偏 L 除以偏 W1。那么它就是像这样子的公式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激活函数大于0的时候，那么偏 L 除以偏 W1 就等于2倍的 X1 乘以一个括号里面戴帽子 yi 减去 yi。那么当激活函数来的值小于0的时候，那整个它的偏导就是0。所以呢，同理呢，我们得出来损失函数 L 对W2 对参数 W2 的偏导，也就是偏 L 除以偏 W2， 那么就是这样子，是当激活函数的来值大于0的时候，那么偏 L 除以偏 W2 就等于2倍的 X2
乘以一个戴帽子的 yi 减去一个 yi 啊，也就是真实值和预测值的一个差值，再乘以2倍的 x2。那么同样，当激活函数的来值小于0的时候，那么整个损失函数偏 L 除以偏 W2 它就是0。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出损失函数 L 对 B 的一个偏导。那么当激活函数的来值大于0的时候，那么就是2倍的一个 yi 的戴帽子 yi 减去一个 yi。那么当激活函数的来值小于0的时候，那么 B 的偏导就是L 对 B 的偏导就是0。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计算每一个x1 x2 的损失函数对 w1 w2 和 B 的偏导了。那么我们总共有20个输入，那我们都得计算一下。这样计算一下，就是对于头10个数据以及第11、12、13、17、18、19、20号的输入数据，因为整个激活函数 ReLU 函数的来值都是小于0的，所以它们的偏导也都是0啊。所以呢，这17个数据的梯度都是0。那这里面呢，14、15、16号数据是正向传播到 ReLU 函数前的数值是大于0的，所以我们只要计算这几个数据的梯度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我们以14号为例，那么损失函数对 W1 的偏导就等于2倍的 x1 乘以输出 yi 的误差，那么代入数字就是2乘以 1.9 乘以一个括号里面的 0.02 减去1，就等于负的 3.724。那么损失函数对于 W2 的偏导就等于2倍的 x2 乘以输出 yi 的误差，也就是2乘以 2.4 乘以括号里面的 0.02 减去一个1，就等于负的 4.704。那么损失函数对 B 的偏导就等于2乘以一个输出 yi 的误差，那么代入数字就是2乘以括号里面 0.02 减去1，那么就等于负的 1.96。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把这几个数字放到括号里面，就是负的 3.724 负的 4.704 负的 1.96 放在括号里面，这个矢量它就是损失函数对 W1、W2 和 B 的一个偏导，在第14号函数的时候的一个梯度。那么同理，我们在计算15号和16号的数据，那么它们的梯度都是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计算一下就等于负的 4.392 负的 4.209 以及负的 1.83 以及负的 4.462 负的 4.268 负的 1.4 负的 1.94。那么由于均方差损失函数求和后还要除以数据的个数，因此我们对每个数据求梯度之后也要做一个平均。那么这样损失函数呢对 W1 的偏导就是偏 L 除以偏 W1， 也就是负的 3.724 加上负的 4.392 以及负的 4.462 之后加在一起，然后再除以20，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负的 0.6289。那么损失函数对 W2 的偏导，那么偏 L 除以偏 W2， 也就是负的 4.704 加上负的 4.209 加上负的 4.268 之后再除以20，得到的就是负的 0.65905。那么损失函数对 B 的偏导，也就是偏 L 除以偏 B， 也就是负的 1.96 加上负的 1.83 以及负的 1.94 之后再除以20，得到的就是负的 0.2865。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平均以后的梯度，就是括号里面的负的 0.6289 负的 0.65905 负的 0.2865。这个括号里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这个损失函数造的这么一个大山，你现在在你的脚下这块上坡最快的地方，就是由这3个数字组成的然后我们取相反的方向，它就是下坡最快的地方，也就是把整个括号里面的负数全都去
全都去掉，变成一个正号，就变成了括号里面0.6289、0.65905、0.2865。到这里我们第二步计算损失函数以及损失函数对各个参数的偏导，也就是梯度就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将参数沿着梯度方向进行微小的更新。那么每一次更新呢，就如同我们在大山上跨出去的那一小步。这里呢，更新多少就相当于我们跨出去的一个步长，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学习率。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符号，用长角 n 来表示，那么它是一个希腊字母，读作 eta。那么这样子的话，整个参数更新的公式我们就可以写成wi 一撇，就代表新的 wi 等于 wi 加上 eta 乘以一个偏 l 除以一个偏 wi。那么这个例子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取一个学习率 eta 等于 0.1， 那么新的 w1 就等于旧的 w1 加上一个 eta 学习率，像你刚才取的 0.1 乘以一个偏2除以一个偏 w1， 那么代入数值就变成了新的w1 就等于 0.2 加上 0.1 乘以 0.6289， 就等于一个 0.26389。同样道理，我们就计算一个 w2， 就是 x2 的权重， w2 就等于 0.35 加上 0.1 乘以 0.65905， 那么就等于 0.415905。同样我们也计算 b， 那么 b 就等于负的 1.2 加上 0.1 乘以 0.2865， 就等于负的 1.17135。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参数就第一次被更新了，我们就有了一个更新后的神经元。那么这个神经元呢，因为也是蕊路函数，所以的话，当蕊路函数来值是正的时候 ，y 就等于 0.26389 乘以 x1 加上 0.415905 乘以 x2 减去 1.17135。当蕊路函数、激活函数前面来值是负的时候，那么 y 就直接等于0，输出就直接等于0。那么这条线如果画在图上的话，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初始的刚才那根线就被更新了。到这里梯度下降的头3步那就都完成了。接着就是第4步了。第4步就是重复上面的第1步到第3步。我们这里继续使用这个20个数据，把这个20个数据带入新的神经网络，计算结果，也就是输出的 y 值。这个表格里我们也给出了传递到激活函数前的中间值，也供大家参阅，和前面一样。可以看到，从正负号上来说，这一次神经网络已经可以正确的判断出黄点和蓝点了。就是说它的正确率实际上已经是100%了。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计算一下损失函数。这个损失函数呢，我们依然使用均方差，那么这个必须得是一样的那么均方差的公式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 n 分之一西格玛 i 从1到 n， 那么西格玛括号里面是带帽子 yi 减去 yi， 然后括号外面是一个平方，那么也就是把预测 y 值和真实的 y 值的差值平方后做一个均值。那么算一下，这一次算下来的损失函数是 0.315742。方差感觉还是比较大虽然它的正确率已经达到100%了，但它方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继续计算损失函数对参数的梯度，继续进行，然后再继续更新一下参数，也就是之前的第4步，就是重复之前的1、2、3步。那么过程和之前的第1轮1、2、3步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简短的在屏幕上展示一下，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也回去算一下。那么计算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损失函数对这一轮的损失函数对神经网络的3个参数的一个梯度，分别是负的 1.599324、负的 1.571721 以及负的 0.785509。那么之后
我们就要更新一下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的参数。那么更新的是一样的，也就是W1就等于原来的 W1 加上学习的步长乘以一个梯度。那么代入数字就是 W1 就等于 0.26289 加上 0.1 乘以 1.599324 就等于 0.422822。同样 W2 就等于 0.415905 加上 0.1 乘以 1.571721 就等于一个 0.573077。那么 B 就等于一个负的 1.17135 加上 0.1 乘以一个 0.785509 就等于负的 1.0928。此时呢这个神经网络的参数呢就第二次被更新了，我们呢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神经网络，一个新的神经元。那么这个新的神经元写成公式呢，就是说当这个激活函数来值是正的时候， y 的输出值就等于 0.422822 乘以 x1 加上 0.573277 乘以 x2 减去 1.0982。那么如果 ReLU 函数的前面的来值是负的话，那么 y 就直接等于0。那么这条线如果画在图上的话呢，就是这样子。那么显然初始的线条已经第二次又被更新了，那么感觉上呢也更加靠近蓝点堆和黄点堆之间的一个中间线了。直觉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计算一下更新完以后的这个损失函数，对不对？那么一样的计算方式，就代入所有的20个数据，计算预测的值 y 与真实值 y 的差值，然后平方以后取均值。那么计算的中间值我们就展现在屏幕上了，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结果就是这一次的均方差就只有 0.017086 了。如此循环下去，我们再循环第3轮、第4轮具体的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再去计算一下。那么随着损失函数越来越小，我们计算得到的梯度呢也会慢慢的变小，因此每一步得到更新的损失函数减小的幅度呢也在慢慢的变小。经过4轮的一个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3个神经网络3个参数， W1 就等于 0.43242， W2 就等于 0.58167， B 就等于负的 1.08533。那么我们计算4轮以后的损失函数，那么它就等于 0.016032。这个值呢已经是比较小的了也非常接近0值了。那么0值呢也就是损失函数理论的最小值了。采用梯度下降法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停掉了，就讲到这里。为什么不算下去了？还没到0值啊？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这个例子呢，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而且粗放的例子，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呢和真实的神经网络的训练呢是有蛮多的一些出入的，所以这里最后还是需要澄清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是对20个数据进行的一个批次性的计算。那么这些数据呢，虽然是分成了2堆，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对称，或者说并不完美的落在某个函数的曲线上。那么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就称之为噪音。那么这也是真实世界数据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理论上损失函数为0的情况在真实世界中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要损失函数足够小，一般就可以了。此外呢，这个例子中使用的 ReLU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其实呢是有点不太合适的。因为如果输入 ReLU 函数的值是负值，那么结果都是0，这样对于左下角点的梯度实际上就完全消失了，就全部都是0，那么就无法在损失函数中表现出来。那么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整个训练的结果它就会向蓝点那边偏。另外呢，这个例子中因为是很多都是手算的，或者说拉表格算的，所以为了减少迭代次数，我们就故意选择了比较大的一个学习率。那么在整个例子中使用的是 0.1， 而通常情况下学习率应该是一个更小的值，那么才是比较合理的，就比如说 0.01。那么学习率过大呢，它会造成你的步长就每一步跨得太大。
那么有时候你跨的太大，你可能就直接就跨过最小值了，就造成了一个损失函数没有办法收敛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损失函数没有办法到达最小值，那么计算来计算去，它都是在比较大的值之间震荡，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出现，所以还是要找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学习率。那么还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就是为了方便计算，我们用一个神经元代替了整个神经网络。那么这样做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展示一下梯度下降计算的一个过程，那么帮助大家理解。那么真实的神经网络，那神经元的数量简直就是巨大无比，都是以10亿计甚至更复杂的，它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不过呢，就是说它的误差反向传播这个一个计算图啊，它是一样的，它只是更大更复杂而已，它并没有新的概念，而且它本身是可以像搭积木，因为你是放在一起加，放在一起乘，还是平方，甚至是指数啊，都是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搭起来的，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最后呢，还要强调一遍的是，就是虽然本视频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计算，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计算上面，因为计算已经不是人类的长处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工作留给计算机吧。那和以往所有的视频是一样的。那么请大家务必着重于对概念的理解，而不是计算。这样你才有能力向计算机发出正确的指令，而且当计算机返回错误的结果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分析背后错误的原因，这才是人类优势的所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英雄。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